魏无羡睁开眼睛，看到了兰家统一格式的天花板，房梁上还雕着兰家的卷云纹。挺好，在云深不知处啊，安全安全。转身安心继续睡觉，然后猛地又睁开眼，再一咕噜爬起来。卧槽卧槽卧槽！魏无羡跪坐在榻上，摊开两只手看了又看，然后抬胳膊看看胳肢窝，低头摸摸肚脐眼，掌心捏捏丹田，最后回头拍拍屁股。突然听到嘎吱的开门声，他抬头一看，看到江澄和聂怀桑勾肩搭背站在门口，手里各自拿了点吃的，目瞪口呆地看着他。魏无羡震惊了，卧槽，他不是在伏魔洞吗？没有金丹，吃糠咽菜啊。江澄和聂怀桑也都长大了，可不是现在这么个傻逼处男样啊。但显然震惊的并不仅仅是他，江澄表情半是惊恐半是嫌弃。魏无羡，你刚刚是在扣皮燕子吗？啊？聂怀桑语气则温柔一些。魏兄，我懂的，尽管分化成了阿尔法，但还是要嫁给兰二公子，是有点让人接受不了了，但是也不至于大早上扣皮燕子吧？江澄大声说。然后魏无羡冲下榻，几拳把俩傻逼的头打歪，踹出了房间。但是打架显然并不能解决问题。魏无羡背靠在门板上，开始细细思考。什么东西？什么阿尔法？什么嫁人？什么兰二公子？他眼皮狂跳，一边宝贝地摸着自己腹中金丹，感受着那颗牛逼哄哄的金丹蓬勃澎湃的灵力，一边摸出一面铜镜，仔细观察自己。瞧着一头墨发，一双浓眉大眼，一个挺拔的鼻子，两片不厚不薄的嘴唇，正是15岁的人生得意的，在云深不知处日天日地的他，为因魏无羡本人搭。那些痛苦都还未发生，那些死生都还没降临。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但这是天大的好事啊！可是，他不安地在房间中来回踱步。乱葬岗的那些人呢？温家的老弱病残，温情、温宁，还有阿月。他来到了这里，他们呢？他们怎么办？以及嫁人，嫁蓝忘机。他不可自制地脑补起蓝忘机其人来，想到的就是那张看上去要做永久处男的脸和总是很欠揍的嘴。嫁给他，笑话，太蹊跷了。所以魏无羡决定开溜，结果一出门就咚撞上一座铜墙铁壁。魏无羡脑门滂痛，哎呦呦着跌落在地，一边揉脑袋一边揉屁股，泪眼汪汪地抬头去看，看到蓝忘机跟个门神似的站在他门口，不想见谁就偏来谁。魏无羡，你还是那么点背。艾玛那胸肌隔着衣服都把他脑瓜子撞得嗡嗡的。魏无羡寻思，他小时候怎么就没注意到蓝湛还是个健美冠军呢？如果真嫁给他……魏无羡吞了口唾沫，心虚地往后挪了几步，心里拼命喊：别说话，别说话，蓝湛请你发挥哑巴的优良传统，别跟我说话。但是点儿背魏无羡之所以点儿背，就是因为他点儿背。所以蓝忘机张开那两瓣尊贵的嘴唇，缓慢但清晰地说：魏婴，我知道你不想嫁给我，我也知道阿尔法不应该嫁人。魏无羡心想，到底什么是阿尔法？但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魏无羡崩溃，他咋不知道他爹妈还留下了这么个遗愿？你莫要担心，虽然你已经分化成了阿尔法，但是无妨，因为……他结巴了，蓝忘机竟然结巴了，然后蓝忘机竟然脸红了。这……魏无羡微微颤颤地继续向后挪，心想完了，绝对是天塌地陷级别的大事件。果然看到蓝忘机两颊微红，不好意思似的踩了踩脚，十分羞涩地说：因为我是英格玛，我能让你幸福的。魏无羡不明白，什么阿尔法，什么英格玛，完全不明白。更不明白的是他为什么穿越了，为什么他就要嫁人了。但是俗话说得好，胳膊拧不过大腿，眉笔拧不过命运。所以当天晚上，魏无羡就从学生宿舍被强行搬去了龙胆小筑，连大锅饭都省了，不用在兰氏和一群听学学生们一起吃兰家的炒树皮煮树根了。兰二公子亲自把饭菜送来了龙胆小筑。魏无羡神情呆滞地坐在岸边，身上的江氏莲花纹衣服早被扒光了，变成了兰氏卷云纹校服，内门弟子穿的那种，不是听学学生那种敷衍人的玩意儿。本来还给了条墨额的，
被魏无羡坚决拒绝了。他本来决定绝对不会妥协，这莫名其妙的婚约他不认，就算要嫁人，他也不能嫁给蓝忘机啊。然后蓝忘机就端着饭菜走了进来，魏无羡嗅了嗅，啊，辣子鸡、麻婆豆腐、江西牛肉粉。从起床开始就没吃东西，肚子咕咕叫。本来魏无羡就没认真练辟谷，这下子什么原则什么坚持全都溃不成军。他心里骂骂咧咧，嘴上一个字不敢说，接过了蓝忘机手里的餐盘，低头狂吃，吃相自然不如何优美，边吃边等着蓝忘机给他教训一顿。结果直到快把3大盘子菜都吃完了，才等到蓝忘机喃喃说道：若是从前，你早已拿着随便把云深不知处都拆了。魏无羡一愣，抬起头怔怔看着对方。蓝忘机不再言语，只是抬手抹去了魏无羡嘴角的饭粒。魏无羡老脸一红，自己别别扭扭地掏出块帕子抹抹嘴，后知后觉地想到：对啊，随便呢。低头一看，自然是不在腰边。方才被强行架着来龙胆小筑时，也完全没想到随便去了哪里。然后他听到争鸣声，抬眼便瞧见他的仙剑，老老实实地待在剑鞘中，被蓝忘机握在手里，呈在他眼前。这一瞬间，魏无羡脑子一片空白。其实随便伴随他的时间，远比离开他的时间长。他9岁被接回云梦江氏，在平辈中虽是排行老大，开蒙却最晚。初来乍到时担了个大师兄的虚名，却没有人真的指望他能够成事儿。也不能怪旁人偏见，世家子弟个个5、6岁就启蒙，膝盖高就练功，鸡鸣而起，跃升而息，天才地宝海了样的灌，也不见得真能出个大拿，大多不过是勉强接一颗金丹，在仙门中平平无奇一辈子罢了。更何况是魏婴这个快10岁了还大字不识几个的乞儿。可偏偏他魏婴就是天赋异禀，一鸣惊人，入门不过数月便结了丹，灵力蓬勃，修为惊人，饶是5大世家的宗主江丰年，活了一辈子也从未见过如此天骄。然后便是赐剑修行，少年天才好不快活，江丰年待魏婴一如亲子，他将那柄一品仙剑亲手递给少年手中，连同无限义气，望他此生以剑入道，逍遥自在，从此不羡旁人。他总觉得这把剑便是他这辈子的所有快活，随便来了，幸福就来了；随便走了，幸福也走了。而后失而复得，也不过是自欺欺人。江丰年也好，金丹修为也罢，都随着年少轻狂一道再回不来了，因而痛入心扉，干脆便忘了。那些年他一柄鬼笛，使得出神入化，连他自己都不记得他曾是那般爱着他的剑。魏无羡争冲许久，迟迟不见动作，只是呆愣在原地，也不只是看他的剑，还感叹他的缘。蓝忘机心中有悲有喜，最终软下肩膀，眉宇间露出许多心疼，坐到魏无羡身侧来，长臂一伸，将魏无羡揽入怀中，随便塞进手掌。他轻声说：明日开始，你陪我练剑。魏无羡眼神闪躲，支支吾吾说不出什么来，随便都塞到手里了，也不敢正经去握，半晌才憋出一句：我许久不练剑，可配不上蓝二公子。说完他自己都愣了。魏无羡一向鼻孔朝天，自诩天下第一，哪怕落魄到泥淖中，也断不可能说出这般话语。可如今他面对的并非随时会灭人满门的温氏少主，更非道貌岸然笑里藏刀的金家宗主，而是蓝忘机，是那个要么不说话，要么啰嗦的要死的，见过他最潇洒最得意之时的蓝忘机。横也横不起来，装也装不下去。自莲花坞一把火之后，他对所有人树立起的坚不可摧的硬甲，却在此时此刻碎了个干干净净，露出里头那个绝望又倔强的不知如何是好的少年来，藏着掖着许多年，不愿叫人看见，不敢叫人看见。可为何是蓝忘机？为何偏偏是蓝忘机？魏无羡突然非常难过，死生一线时都不曾这般难过，难过的恨不得就这么死了。这时却有一只大手抚住他的肩膀，一下一下轻轻拍在他的心间。魏无羡迷迷糊糊的就这么睡过去了。梦中夏夜月色好，池塘边飞着萤火虫，蛙儿们呱呱声一片。蓝忘机散着头发，随意披了一件鹤氅，对他露出一个淡淡的笑。魏无羡看吃了，噔噔噔跑过去，把自己扔进对方怀中，被接了个满怀。蓝二哥哥笑起来真好看。他听到自己贱气的声音，多笑笑，只对我笑啊。
蓝忘机还真又笑了。魏无羡寻思，啊，这就是乱花渐欲迷人眼啊，这才是贱妾穷穷守空房啊呸，什么玩意儿？他俩还真要成亲了。温热的吻噼里啪啦落下来，魏无羡飘在玉水之中，心想好像也不错。然后第二天晨时，魏无羡就从被窝里被无情地拽了起来。他站在龙胆小筑的院子里，一脸懵逼，发髻都还没束，一头长发乱得和净婆似的，身上只穿了一件睡袍，脚上甚至没穿鞋。蓝忘机还是板着那张万年冰山的脸，碧晨已经出窍，冷酷无情地说：陪我练剑。我还没穿鞋，这不公平。蓝忘机大概觉得有道理，两腿一蹬，把自己的鞋也给蹬了。这不合规矩。蓝忘机大手一摆，我就是规矩。魏无羡惊恐道：你不是蓝湛，你是谁？蓝忘机做出一个非常标准非常装逼的蓝氏姿势。魏公子，请拔剑。魏无羡被震慑到，倒退3步，疯狂在腰间狂摸。哎，你等等，卧槽，我剑呢？蓝忘机从袖子里又摸出一把剑。你的剑在我这里。你是不是在玩我？白日不可宣淫，昨夜你非要吹随便，太危险了。蓝某便帮魏公子收了起来。魏无羡尴尬的挠挠头，寻思可能自己把随便当陈情了。蓝忘机把随便抛给了魏无羡。魏无羡本人虽然多年不练剑，但这具身体可还是和随便亲亲热热的年纪，下意识就跃到空中接剑，姿势漂亮，满分10分。蓝忘机眼神满意，挽了个剑花就冲了过来。魏无羡连忙拔剑相迎，两柄一品仙剑，执剑者皆为绝世天骄，剑身相击发出清脆声响，荡起凌厉碰撞，铿锵狰鸣，犹如实体卷过脚下花草。碧晨大开大合，随便灵巧机动，蓝忘机略处高处，脚下施力，蹬出一道斗气，整个人向下施压。魏无羡本就不以力道见长，立刻侧身踏出一套9宫步法，将碧晨重压尽数以巧力卸了，随即以剑点地，翻出一个鹞子翻身，赤脚上沾了朵龙胆花，斗气裹着花香震荡开区，被碧晨悉数格挡，唯有花香阵阵，躲也躲不开。蓝忘机眼中有笑意，再迎上去，以招未招。江丰年跟着蓝启仁来到龙胆小筑时，看到的便是2人舞剑的美景。这院子临着水，青青河畔草，绵绵思远道，花瓣被剑气舞上天又落下来，美轮美奂。夏日早晨天气燥热，此时此刻确实神清气爽。江丰年惆怅道：前日蓝二公子突然说他与阿羡有婚约，我还不信，哪有阿尔法嫁人的？怕委屈了阿羡，如今看来竟是良配。蓝启仁欲言又止，倒是跟在后头的江澄一脸惊恐：不会吧，弟，魏无羡真要嫁呀？可他真的是阿尔法呀，这咋整？蓝启仁总算开了口，老大不情愿地说：忘机是英格玛，这倒是没事儿，不过多少还是委屈魏公子了，总归阿尔法娶个欧米伽才是正经。江澄更惊恐了：不会吧，阿弟，我还以为魏无羡嫁给蓝忘机顶多就是护衣啊，好家伙，这是纯纯的媳妇儿。然后一个哆嗦：不行不行啊，魏无羡是莲花坞第一猛医啊，爹。他这一嚷嚷，把正在舞剑的2人给引来了。魏无羡到底长久不练剑，招式还是有些生疏，被蓝忘机引导着练了半晌，虽然越打越顺，但剑法已经是蓝家的形状了。他擦擦汗，心虚的不想让江丰年发现自家大弟子剑法走偏了，于是很大声地问：到底啥是阿尔法？啥是英格玛？啥是欧米伽呀？我咋完全不懂？江丰年等3人表情诡异，沉默好久，还是江澄从他爹背后探出个脑袋：钱给你落水，真把脑子摔坏了。蓝忘机把碧晨收起来，一手揽过魏无羡，非常霸道的决定略过这个问题：成亲后自会知晓。江澄依稀觉得不对劲，但是他没来得及再说点啥，他家大师兄就被蓝二掳走了。江澄捏着下巴，望向2人远去的方向，情商难得上线了：阿弟，我咋觉得魏无羡其实还没开窍啊？虽然应该确实是没开窍，但如果真的不喜欢，恐怕蓝二公子早就被阿羡一刀砍头了。那他知道这么成亲了，他会被蓝忘机撅吗？虽然应该确实是不知道，但应该也不至于想去撅蓝二公子吧？可江宗主江公子用词挺劲爆。
点击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打赏，欢迎扫码加入本频道会员。